晚上好啊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马来西亚的黑暗童话故事，主角是马六甲的苏丹。当时他为了一个女生，搞到差点献祭自己的儿子。这个故事应该大部分人都听过，因为学校的课本里面就有。可是当时我就没有看明白。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跟我一样，这个可以讲是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民间故事。可是为什么一个看不懂的故事可以这么有名呢？因为它根本不是普通的童话故事，而是……我们先来简单的看这个故事。故事发生在公元15世纪，就是马六甲王朝最后一任苏丹马木沙的身上。当时的马六甲苏丹是超级有钱的，有钱到什么程度？传说他洗澡都是用牛奶的，吃饭的盘子全部都是纯金的。他可以讲是马来西亚当时最有钱有势的人。那个时候，在金山这个地方就传出了一个很神秘的公主。这个公主法力很强大，而且还非常的漂亮，就很像仙女。就在上朝开会的时候，苏丹就讲他现在的妻子也死了，他又这么牛，就想着把这个神秘的公主娶回家做老婆。于是苏丹就打算派他几个属下前去提亲，包括夯多、敦马曼、上石店等等。金山就在柔佛州和马六甲的交界处，所以不久后这几个下属就到了那边。当时这几个属下就去到那个荒山野岭的山中，找了几天后，就发现了森林深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很美，没有大树，都种满了各种各样漂亮的花。这个时候突然就传来了一句女子朗诵诗歌的声音。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讲你谁啊？没有邀请你来，你自己来，就有一点像是警告他们这样的感觉。当时他们几个虽然是有一点点害怕，可是还是随着这个声音向前走去。越靠近那里，雾气就越重。过后他们就隐隐约约的在一个小山丘上面看到一个小小的房子。可是这个房子的建筑越看就越诡异，屋顶是黑色毛毛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毛发，而房子看起来就像是用骨头搭建的那样。刚开始给人的感觉就是去白雪公主的家，可是这个比较像《西游记》里面妖怪的洞穴吧。突然间，一个老婆婆走了过来，果然这个不是公主的家。这个恐怖的地方看下去就有一点像是这个老婆婆的祭坛。老婆婆就问他们来做什么，看起来老婆婆就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。然后他们几个就和老婆婆讲，是苏丹让他们来这里找这个漂亮公主提亲的。老婆婆就皱着眉头看着远方就讲，这里前面有7座山峰，公主其实就是在第7座山峰那里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我还以为我在玩游戏，就是要见公主就要过7关斩6将。不过这些属下过了这个7关是没有遇到 BOSS 啦。不久后他们就走过了第7个山峰，也找到了这个传说的公主。他们告诉了公主来意后，公主就讲要娶我可以啊，可是我要7个聘礼，如果苏丹肯给我，我就嫁给他咯。这7个聘礼很奇怪，几乎没有人看懂是什么意思。1. 从马六甲建一座金桥到他家。2. 从他家建一座银桥到马六甲。3. 7碗蚂蚁心脏。4. 7碗螨虫心脏。5. 7碗处女的眼泪。6. 7碗槟榔汁。7. 1碗儿子的鲜血。这几个那么奇怪的聘礼，可能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懂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懂的嘞？如果有看懂的，可以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啊。刚才我们就讲到大臣们虽然当时看不懂这些奇怪的聘礼的意思，可是大臣们还是把这个奇怪的聘礼告诉了苏丹，而苏丹当时想了想就答应了。于是整个马六甲就陷入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整个马六甲就不搞生产，大部分的人就趴在地下抓蚂蚁，大臣们就在弄小姑娘生气来收集他们的眼泪，整个国家的金都被融成了建桥的材料。所以这个最疯狂的聘礼也流传到了现在。就在一个晚上，苏丹就拿着刀看着自己熟睡的儿子，那一刻他的手在发抖，可是这个是他唯一的儿子，是他们王族最后一个血脉。
到最后他还是收起了刀，放弃了这个不一般的公主。故事到这里就完了咯。起初我还真的是没有看明白，这么莫名其妙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么有名啊？直到后来我慢慢的研究了一下，才发现这个公主她不是普通人哦，她很可能是马来西亚传说的精灵。讲到这个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懂。在马来传统里的精灵包括 Jin、Syaitan 和 Orang Bunian。Orang Bunian 是属于比较善良的精灵，长得像人，他们是可以隐形，一般居住在深山野林里的。Jin 呢，有一半好一半坏，据说是由火创造的，人们看不见他们，可是他们可以变成动物、植物等等。一般坏的 Jin 还会附身人类，还有一些法力强大的马来巫师会利用他们来做坏事。而Syaitan是属于坏的，除了好事什么都做，而且无处不在。所以你们觉得这个神秘的公主到底是 Jin、Syaitan 或者是 Orang Bunian？ 在马来的传统里面是有一些 Orang Bunian 和 Jin 与人结婚的事件，而这些精灵的寿命是特别的长，甚至长生不死。所以苏丹当时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所以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要娶她，主要就是为了长寿。骄傲的苏丹当时是马来西亚最有钱有势的人，如果只是想娶个人做老婆，基本上是不是谁都可以谁又会拒绝？可是如果他想娶的这个不是人，这个故事就很合理了。神秘公主开出的7个条件其实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些人就认为这个只是为了刁难苏丹而随便开出来的条件罢了，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仔细想想，这些奇怪的条件看起来其实是不是有点像精灵族用来修炼的仪式？还有这7个条件看起来是很难做到，但是也不是讲不可以哦。金山距离马六甲大概30公里，如果要建桥，大概需要1万吨的钢材。如果用银来建桥是完全足够的，可是如果用金就肯定不够。不过如果我们先建一个铁桥，再镀上一层金，那么以当时苏丹的能力，我想还是可以完成的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要金银2座桥呢？这2座桥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金桥可以让人在凡间轻松的到达神灵的地方，而银桥可以让神轻松的从神灵的地方去到凡间。如果我们把其他条件都串起来，就会发现这个聘礼它更加像一个完整的黑暗仪式。蚂蚁和螨虫的心脏是微小生命的精华，看起来就像是念字仪式的基础材料。在神学中，眼泪是情感的能量源，可以作为法术、诅咒、契约等等的材料。处女的眼泪更是属于最纯净的一种能量。槟榔汁的颜色就像血这么红，很多大马的法师都会用它来做一些祭祀，又或者是用来写契约的魔法墨水。而最后一碗王室的鲜血，目的可能极其黑暗，它是要断了王室唯一的血脉，用这个祭品来提升自己的法力或者生命。虽然讲苏丹最后是放弃了这个神秘的公主，可是当苏丹举起刀的时候，他其实就不配为人，更不配为君。所以不久后，他辉煌的马六甲王朝也被其他人给占领了。即使金山公主的故事距离现在已经500年了，可是那里的恐怖事件还是不断的发生，就像是某个山峰就会传来哭声，夜晚就会经常看到一些神秘的黑影飘过。那里的原住民也相信这座山其实就住着一些精灵，因为有一次他们迷路走不出这个森林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精灵现身帮他们带路。可是我们也不敢确保里面有没有坏的精灵再加上金山公主的聘礼，我个人就觉得有一点就像是不好的精灵。所以如果我们去那边，还是遵守那边的规矩比较好，要不然遇到鬼打墙出不来就危险咯。去金山的规矩和一般山一样，就像是不要叫人全名啦，大小便要有礼貌啦，不要大喊大叫啦，还有就是看到奇怪形状的东西不要带走。最重要的还是，如果在金山那边听到一些奇怪的哭声，我们记得不要回应，假装没有听到就好了。以后有机会我就把几个我看到的这个金山的灵异事件告诉大家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